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丹飞，欢迎来到《仙境传说：新世代的诞生》。这次呢，要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失落神殿的打法。它比金困还要，我觉得是整体上比较简单啦，因为它不会回血嘛，也不需要挡线什么的，只要捕师不要死，我们就可以攻克它。那主要是它的技能伤害比较痛，对我们现在的机体来讲蛮痛的，所以要注意它释放的招式。大概83的血条时候会举手释放技能。那这个技能它会随机的对一名玩家，然后释放招式，然后会形成大爆炸，那会伤害到周围的同伴。所以这时候你只要注意头上有没有雪花，头上如果出现雪花，就一定要远离同伴。然后你死了，捕师会把你拉起来，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。有几率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是离他比较远，伤害就会比较低，那有可能就不会死。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比较好躲的扇形招式，大约在63到60血条的时候，它会再释放一次大爆炸的招式。反正只要你注意看他的手举起来，就赶快远离他，不要往同伴的方向走，往没有人的地方走就对了。目前一直到43血条的话都是安全的。大概在43血条的时候，它会出现这个随机的落雷，你只要不要固定在原地，先躲招式。然后你看他又举手了，他这时候就是会释放招式，那你建议你要远离他。接下来的招式都比较好躲，就是扇形啊什么，然后一直到血条13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追踪型的落雷。那建议你是最好是不要像现在这样子分散的走，最好是绕一个圆形，这样比较好，不会就是如果你这时候去走到队友刚好面向你走来的话，你就会吃到对方的落雷，这样就比较危险。那追踪式的落雷大概是10下，一直到后面，只要你们其实伤害不要太低的话，等级有上去，其实都可以很平顺的打完。再来就是如果发现捕师不小心死掉了，你们要有一个人去把王引走，然后另外的同伴赶快把捕师拉起来。其实前面一开始到83血条之前，其实都还蛮安全的，你就这时候可以尽量输出，然后找好位置，找好等一下要闪开的方向，然后一直等到83血条的时候，就注意看头上是不是有雪花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招小怪，小怪招完下一个就是扇形的攻击。因为这次伤害比较高，所以已经到73了，所以他直接放这个3条的落雷。那你可以在旁边先输出。下一个就是扇形的招式，然后下一个注意哦，下一个就是举手爆炸了。哦，对，如果你的身上出现这个冻伤的状态的话，要记得吃万能药。因为如果没有吃万能药的话，你就会被冻到天昏地老，基本上就是一直定在原地，然后被王的招式打死。这是有一次我之前刚开始打的时候不知道。然后发现已经身上有冻伤，但是就还是一直专心在打王，结果后面就出现了冰冻的状态。那冰冻的话，你就会一直被顶，这秒数超久超久。我在想它应该是不会解除，然后我狂按，这时候狂按万能药也没有用，它就一直动。冻到最后就被王打死。好，现在举手了。举手这一次就是我被选到会被释放大爆炸的技能，所以我要赶快远离其他同伴，然后再回来输出。我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我最近机体有上去，就是远离基本上都不会被炸死。然后现在你看我闪过咯，你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就已经闪开了，结果还是被他判定是吃到招式。
那这时候的走位，你看我的同伴他们都是有玩过，比较知道一直绕圆形走，这样比较不会就害到其他同伴被雷炸到。它会落下10次，所以其实你从第一下开始就默念10下，走完其实就可以安全的这样圆形的走完，然后再输出。到这时候应该就是蛮安全的，只要捕师还是维持在场上，拼命的输出就好。其实我觉得这比金困真的简单很多，就不用挡线啊，然后还要再躲地上的毒圈啊，还要怕被小怪追啊什么的。只要大家伤害都在一定的水准，应该都没问题。最后面要谢谢我们棉花糖公会的大腿们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请他们带我打失落神殿副本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对你们有帮助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可以开启小铃铛。只要我上新影片，你们都可以收到最快的通知。那有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，我都会一一回复给你们。那谢谢这次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